圓圓啊，你耳朵不好，进宫以后少说话，多行礼，別出頭，保命要緊。少刷牙，多領禮，別搶糖，保命要緊。是少說話，多行禮，別出頭，保命。哦，少說話，多領禮，別出油，保米要緊。你是去進宮，不是去開粥鋪。那御膳房有粥嗎？蘇圓圓，這個你拿着，聽不清的時候別亂接話。爹，你說聽不清的時候別亂結巴。對，你就當是這個意思。爹放心，我進宮以後一定不結巴。爹，你回去吧，我會好好乾飯的。是保命，保命啊！娘娘，待會兒見了陛下，千萬謹慎。陛下今日心情不佳。陛下今日心情佳，娘娘可聽明白了？聽明白了。陛下不太想幹活。宣蘇軾覲見。少說話，多行禮，別結巴。臣妾蘇圓圓參見陛下。抬起頭來。什麼頭？磕頭嗎？朕讓你抬頭。進了朕的後宮，就別想着出風頭。若惹出事來，冷宮有的是空屋子。陛下仁德，臣妾一定不浪費糧食。你說什麼？臣妾謝陛下體恤，饅頭不愁，冷飯可熱，臣妾心裡都記着。你是在裝傻？裝啥？是問我兜裡裝啥嗎？臣妾裝了2塊棗泥酥。奴才嗓子癢。陛下若不嫌棄，先垫墊。朕不吃。不急，不急就好。點心有點乾，陛下慢慢吃，最好配茶。蘇圓圓，臣妾在。你耳朵不好。回陛下，是有一點。這哪裡是一點兒？退下。燉蝦，陛下，御膳房今日有蝦。蘇娘娘，陛下是讓您退下。臣妾告退。陛下若想吃，臣妾下回多帶點兒。滾！准，好嘞。她是真儿美。回陛下，看着不像裝的。哼，朕看她膽子倒不小。妹妹好本事，一入宮就敢在陛下面前賣乖。貴妃娘娘誤會了，我不賣瓜。我爹說了，宮裡不讓私自擺攤。你少跟本宮裝瘋賣傻。蔥蒜也不賣，我真沒帶。今晚本宮設宴，請妹妹來，好好學規矩。烤雞？什麼烤雞？娘娘今晚設宴是要教我烤雞嗎？是蜜汁的還是脆皮的？要不要我自帶碗？不用啊，那宮裡還挺大方。爹真是白擔心了，皇帝不讓抽饅頭，貴妃娘娘還要教我烤雞。陛下，今晚貴妃設宴，怕是來者不善，要不要奴才提醒蘇娘娘？不必，朕倒要看看這個挑釁聽成恩典的蘇圓圓，今晚到底能把柳貴妃氣成什麼樣？一定是御膳房的烤雞太香，先把我饞着了。去，把晚宴給本宮備好，本宮今晚要好好教教他規矩。誰讓你把本宮的壓軸菜端走的？娘娘不是說今晚讓我好好學烤雞嗎？臣妾剛才在旁邊看了，這雞火候確實好，外皮酥，肉還嫩。娘娘不愧是貴妃，連烤雞都這麼有規矩。蘇妹妹既然這麼愛學規矩，那本宮就好好教你。來人，給蘇妹妹上茶。娘娘，請用。蘇妹妹進宮第一課便是學會吃苦。吃菇，小蘑菇。原來宮裡的蘑菇是泡着喝的。好菇，就是有點老。那是茶，那是柴，
難怪這麼苦，原來不是菇，是柴。娘娘真節儉，柴都不浪費。臣妾明白了，宮裡第一條規矩就是勤儉持家。很好笑。奴才只是觉得蘇娘娘悟性驚人。蘇妹妹初入宮中，既然不會規矩，那便給諸位姐妹獻個才藝吧。回娘娘，臣妾不會彈琴，不會跳舞，也不會作詩。那你會什麼？臣妾會拆雞，雞腿給做得軟的，芝翅給剛才燙着的，居胸肉給看起來最瘦的。好東西要分着吃，才不会有人眼饞。多謝姐姐。蘇媛媛，你到底是真不懂，還是故意裝糊塗？娘娘誤会了，臣妾沒有装糊涂，臣妾是真糊涂啊！陛下駕到！你在做什麼？陛下，臣妾在學規矩。學規矩？貴妃娘娘說了，進宮第一課要學會吃菇。後來臣妾悟了，宮裡的規矩就是勤儉持家，有好吃的要分着吃，不能浪費。陛下，臣妾不是這個意思。陛下，貴妃娘娘是好人，她連柴泡茶都捨得給臣妾喝。貴妃節儉，甚好。臣妾謝陛下誇讚。既然是宴席，便別擺着這樣子。往後各宮設宴，少些排場，多些食用。臣妾謹遵陛下旨意。陛下也覺得烤雞比規矩實用。娘娘，臣女先告退了，以後吃烤雞記得還叫我。娘娘，您今晚差點嚇死奴婢了。有嗎？我覺得今晚大家吃的挺開心的呀。奴婢参見9000歲。這麼年輕就9000歲了，宮裡伙食果然養人。蘇娘娘，咱家等你很久了。咱家燉魚很久了啊，還有燉魚。蘇娘娘，咱家今日來是有話同你說。等一下，你先說清楚魚在哪，是紅燒還是清燉？娘娘，咱家不是來送魚的。不是来送禮的，原来是没帶魚啊，那我自己去御膳房尋便是。蘇娘娘，宮裡有些飯能吃，有些飯吃不得。9000歲說的對，比如隔夜的魚就不能吃，容易鬧肚子。蘇娘娘，咱家聽說你今晚在貴妃宴上出盡了風頭。沒有吃盡，臣妾就吃了半隻雞，剩下都分給姐妹們了。娘娘可知，後宮不是分雞就能站穩的地方。風急就能站穩？9000歲放心，臣妾走路很穩的。剛才風確實大，臣妾差點就把鞋跑丟了。奴才腿麻。腿麻？那可得泡腳。蘇娘娘，咱家最後提醒你一句，娘娘的命，咱家收下了。娘娘的病，咱家收下。那就麻煩9000歲了。原来9000歲不是來送魚，是來看病的。娘娘，你不怕咱家？9000歲臉色白，手也冷，是不是體寒？我娘說，體寒的人可以含薑糖，暖暖身子。娘娘是在討好咱家。投餵咱家也不算投餵吧，就一包薑糖，不管饱。9000歲要是不愛吃，可以慢慢含，薑味重，挺暖的。宮裡給出去的東西可不是白給的。不是白菜。對，薑糖比白菜貴。9000歲，下次來看病記得走正門，夜裡風大，對身體不好。娘娘還是先顧好自己吧。先熬好魚吧。好，若真有魚，臣妾一定不熬活。你怎麼了？娘娘，刚才那可是9000歲啊！他剛才說要收下娘娘的命，是命，不是病吗？那他收了吗？那說明他也不是很急。你別怕，9000歲雖然說話小聲，但人還不錯。他知道我有病，還願意收下。
她真是天生耳培。奴才打听过，苏娘娘在家时便如此，小时候还把背书听成喂猪。9000岁，太后那边若问起，就说苏氏蠢笨，不足为惧。是，也別讓貴妃動她太狠。蠢人死得太快，宮裡會少很多樂子。蘇娘娘，周嬷嬷，嬷嬷真好，一来就扶我发財。嬷嬷，娘娘耳朵不大好。娘娘，皇后娘娘吩咐，老奴今日教您宫中禮儀。今天終於有禮儀了。是禮儀，不是鯉魚。先學行禮。這我會。娘娘，這是大禮，尋常請安不必如此。原來不能太客氣。宮裡行事講究分寸。粉蒸肉嗎？手抬至胸前，腰微彎，頭不可低得太過，聲音要穩。臣妾給皇後娘娘請飯。請安。臣妾給皇後娘娘請安。請完安再請飯。叩謝皇恩。考謝皇恩。妾身惶恐。妾身惶恐。謹遵懿旨。謹遵懿旨。娘娘只記4個字：少聽少說。少聽少說。差不多。嬷嬷，這就差不多了。以娘娘的根基，能少說一句，便是後宮之福。再留下去，怕自己也要耳背了。娘娘，太后壽宴快到了，貴妃娘娘肯定會在宴上為難您，您可千萬不能只聽重點。太後壽宴有飯嗎？有。那我一定認真去。重點不是飯，我知道，重點是過壽。娘娘，奴婢打聽清楚了，太后壽宴那日，各宮嬪妃都要獻壽禮。皇後娘娘準備的是親手抄寫的佛經，許才人準備的是壽桃繡屏，蘇氏那邊還沒動靜。她能有什麼動靜？除了吃，她還會什麼？娘娘打算怎麼做？太後最重規矩，也最不喜後妃輕浮。蘇媛媛不是喜歡把話聽錯嗎？那本宮就讓她在太後面前錯個大的。娘娘的意思是去告訴蘇媛媛，新人需當眾念賀詞，賀詞越長越顯誠心。可她耳背，說是聽錯了。本宮要的就是她聽錯。要給9000歲一包，給許才人一包，自己留一包。蘇娘娘，貴妃娘娘讓奴婢來提醒您，太后壽宴將近，娘娘最好準備一篇長長的賀詞，親自念給太後聽。嘗嘗這河豚，親自捏給太后吃。河豚有毒吧？還讓我親自捏給她吃？什麼河豚捏着吃？沒事，這太危險了，我會另外準備的。娘娘記住，越長越好，越熱鬧越好。太后喜歡有氣勢的。娘娘，貴妃身邊的人怎麼突然這麼好心？奴婢覺得這事有詐。是有詐。娘娘也覺得有詐。壽宴嘛，肯定有炸丸子。祝太后娘娘福如東海，吃媽媽香。娘娘，後面那句不能寫。為什麼？我爹說能吃是福。太后娘娘身份尊貴，賀詞要莊重。祝太后娘娘福如東海，身體倍棒。不行，我得準備真正有誠意的壽禮。娘娘想準備什麼？太后年紀大，肯定也怕冷。我送薑糖。9000歲，貴妃娘娘那邊派人去過蘇娘娘宮裡，似乎讓她在太後壽宴上念長賀詞。長賀詞？是，貴妃娘娘怕是想借太後之手治她。她能把3句話聽成3道菜，還讓她念長賀詞。明日把太后進來的飲食忌口送去蘇氏那邊。9000歲這是要幫蘇娘娘？怎
洒家只是怕他真送一盘河豚上去。娘娘，这是谁送来的？我知道了，是谁？御膳房。为什么是御膳房？你看，上面全是吃的。太后胃寒，喜欢甜软，还不喜欢浪费。我知道该送什么寿礼了，不是长鹤祠，不是河豚，更不是汽水。那娘娘要送什么？一锅姜糖红枣小米粥。娘娘，太后寿宴，您送粥，因为能吃是福。娘娘，奴婢打听过了，蘇氏今日確實沒有準備正經壽禮，聽說她在小廚房熬了一夜粥。粥？是，奴婢聽着也荒唐。太后壽宴，她送一鍋粥，好，很好。本宮倒要看看，今日陛下還怎麼護她。娘娘，您真要端這個去？對，要不咱們再準備點別的，哪怕寫副詩也好啊。我寫字不好看，繡花像鴨子。可是這是壽宴啊！你放心，這粥我熬了一夜，太后胃寒，吃這個正好。臣妾恭祝太后鳳體康健，福壽綿長。貴妃有心了，許才人獻壽禮。臣妾恭祝太后娘娘福壽安康。針腳侍密，是個用心的。娘娘，要不咱們現在換還來得及？不換，粥快涼了。蘇氏獻壽禮。臣妾恭祝太后娘娘福壽安康。這是何物？這是粥。蘇妹妹，你這是何意？太后壽宴，諸位姐妹都獻的是吉祥貴重之物，你卻端一鍋粥來，未免太過隨意了吧？臣妾聽聞太后娘娘近來胃寒，夜裡還咳，生冷油膩之物不好刻畫，玉器再好不能暖胃，金銀再貴也不能止咳。臣妾手笨，做不出什麼精巧壽禮，只能熬一鍋姜糖紅棗小米粥。能吃是福，能吃得舒服更是福。端上來。太後，軟糯溫熱，甜而不膩。哀家有些年聽過無數華美祝語，唯有這份有人掛懷，有人親手熬羹，聽着最為真切踏實。好，蘇氏壽禮雖不貴重，卻最合哀家的心意。賞。賞飯嗎？娘娘，您在這胡說什麼呀？賞你一桌飯。真的？真的。往後你若有空，便來慈寧宮陪哀家用膳。臣妾謝太后娘娘，臣妾一定準時吃飯。你這孩子，太后喜軟喜甜，忌生靈，宮裡大席菜式太硬太涼，不好克胃寒。我下次來，乾脆帶點自己小院醃的軟口鹹菜，配粥最是下飯穩妥。荒唐，簡直荒唐！讓御膳房明日給慈寧宮備些清淡小菜。陛下，這是……免得他真從自己宮裡帶鹹菜過去。娘娘查到了，提醒太后忌口的紙條出自司禮監。司禮監？你確定？奴婢買通了司禮監灑草的小太監，他說昨日確有人往蘇氏宮裡送過東西，雖然沒看清紙條內容，但送信的人是9000歲身邊的。好啊，娘娘打算稟告太後。不急，只說曹瑾幫他，太后未必會信。可若是宮裡都開始傳蘇氏與9000氏私下往來不清不楚，那就不一樣了。奴婢這就去辦。記住，不要說死，話說得越含糊，越有人愛猜。聽說了嗎？蘇娘娘和9000歲關係不一般。真的假的？9000歲夜裡去過她宮外，蘇娘娘還給9000歲送過姜糖。太后壽宴那鍋粥也是9000歲提前遞了紙條，這可不得了。誰知道呢？反正現在各宮都在傳。宮裡的流言就像夏天的蚊子，聲音不大，卻煩人。娘娘，不好了，粥糊了，不是粥。那就好。娘娘，外頭都在傳，說您和9000歲私通。私通是什麼？不是食童，是私通。哪裡有食童？是誰啊？
苏妹妹来了，正好坐下说说话。娘娘也想配粥。本宫听说太后如今对妹妹另眼相看，如今宫中都在传你与9000岁私下往来密切。妹妹若是清白，不如当着诸位姐妹的面解释清楚。9000岁確實不能喝清白的。你說什麼？9000歲體寒，臉色白，手也冷，清白粥沒味道，也不暖身，它適合喝薑糖棗粥。蘇媛媛，本宮說的是私通。食童？我沒有食童，只有薑黃瓜。娘娘要嘗嗎？蘇姐姐，薑糖也好，粥也好，你為何偏偏送給9000歲？難不成你們私下情分真不一般？因為他體寒。你怎麼知道他體寒？他臉白手冷，晚上還站風口，肯定不舒服。蘇姐姐也是這麼看出我頭暈的。那日鳳儀宮請安，我快暈倒，是蘇姐姐看出我不適，給了我薑糖。蘇姐姐並非只給9000歲送過，她待誰都是如此。許才人，本宮問蘇氏，輪不到你插嘴。插嘴？別插嘴，先吃點。貴妃娘娘今日好興致。9000歲，太后請蘇娘娘去慈寧宮用膳，咱家奉命來接。沒想到正趕上諸位娘娘議事，不過是姐妹閒話幾句。宮中閒話傳得太快，便容易變成禍事。貴妃娘娘若對司禮娟送出的紙條有疑，可直接問咱家。本宮只是擔心後宮規矩。太后壽宴前是咱家讓人送去太后忌口，太后鳳體要緊，咱家照例辦事。至於薑糖，蘇娘娘不只給過咱家，也給了許才人。若這也叫私下往來，那宮裡半數人都該查。蘇娘娘就不怕流言？流言？別人說你壞話，你不生氣？他們說他們的，我吃我的，只要我沒做壞事，就不用怕。而且我很多都聽不清，生氣也生不全。9000歲，你笑了？娘娘看錯了。笑起來也挺好看的。聽說你昨日惦記着配粥小菜，陛下特意讓御膳房備了。陛下真是個懂粥的明君，我也帶了醬黃瓜。蘇媛媛不能按常理對付。娘娘的意思是，不動他，動他家裡。奴婢查過了，蘇大人如今在戶部管一批鎮糧賬冊。前些日子，柳家旁支遞過一份賬目，說蘇大人經手的糧銀數目對不上，聽說是下面糧鋪交接時出了班子。真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讓蘇媛媛知道他爹出事了。奴婢明白。別人帶包包是為了好看，您是為了裝吃的，都快成小廚房了，這樣出門才踏實。蘇娘娘，奴婢剛聽說蘇大人好像出事了。你說誰？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是聽來的。我爹現在在哪兒？娘娘您別急，這消息未必是真的，奴婢不知。找陛下。蘇娘娘，陛下正在議事，您不能硬闖。李公公，我不硬闖，我等。娘娘，陛下讓娘娘進去。臣妾參見陛下。臣妾想問，臣妾的爹是不是出事了？誰告訴你的？一個宮女，她說我爹賬冊有問題，要抄家。此事還在查，戶部鎮糧賬冊確有出入，但未定罪，也未牽連蘇家。陛下，臣妾能看看賬冊嗎？那你看什麼？這個印章不是我爹的，我爹那枚印章右下角缺了一點，小時候我偷拿他的印章蓋點心紙磕壞了，這個太圓滿，不像我爹的。李安，傳戶部尚書、督察院左副都照着入宮，令讓曹景去查這份賬冊經手之人。是。怕了？怕。我爹雖然總罵我，說我聽話聽一半，吃飯吃2碗，可是他送我進宮的時候，眼睛都紅了。我爹膽子很小，連多買半斤肉都要講價，
不会贪朕良的錢。朕会查清楚，就给朕。查案费脑子，吃甜的。朕又不是小孩了，大人也可以吃。蘇媛媛，若此事真與蘇家有關呢？若真是我爹做錯了，就該按律處置，但在查清楚之前，不能讓別人往他鍋裡倒髒水。你倒是講理。李安，陛下，去給我查柳家。是。娘娘，陛下傳了戶部和督察院的人，還讓9000歲去查賬冊來源。查賬冊來源，讓人去給柳城傳話，賬冊的事我也把處理乾淨。貴妃娘娘，9000歲有話給您，宮中傳話也好，宮外做賬也好，手腳太髒，遲早要洗。第一，抄家不是炒蝦，這個不能聽錯。第二，爹的印章缺角，很有用。第三，陛下會查案，也吃薑糖。第四，別人說壞話可以不聽，但家人的事一定要問清楚。第五，若真做錯，要按律辦；若沒做錯，不能背黑鍋。黑鍋也不能亂背，背久了腰疼。娘娘，快醒醒，御書房來人了。御膳房來人了。不是御膳房，是御書房。陛下又想吃薑糖。蘇娘娘，陛下請您去御書房一趟。有飯嗎？娘娘，是查蘇大人的案子。好，我馬上就去。薑糖、橘皮、點心。走吧。娘娘，這回可千萬別聽錯。我盡量，不是盡量，是一定，一定盡量。唉。臣妾參見陛下。起來。陛下，查到我爹了嗎？查到了一半。我爹只剩一半了。朕說案子查到一半。那就好，我爹完整就行。昨日你說你父親的印章缺角，朕讓人查了戶部留檔，確實如此。可這份被遞上來的真良賬冊，上面印章完整，是偽造的。假印，這個我懂。但偽造印章只能證明有人栽贓蘇家，真正缺的朕糧去了哪裡，還要繼續查。蒸糧膏也要查嗎？蘇媛媛，赈災的赈，糧食的糧。哦，糧食那是大事。這幾本賬冊，戶部的人看了幾遍，只看出數目對不上，可具體哪裡被人動過，還沒找到。臣妾真看不懂。娘娘不用看懂，只需看看有沒有哪裡不順眼。這個我會。這些糧食給誰吃的？回娘娘，是發往江北3縣的鎮糧。江北很遠嗎？不近，水路旱路交替，正常運糧要16日。這裡寫8日到了。什麼？這裡糧車從京郊倉出發，8日後入江北青山縣倉。繼續說。我不懂運糧，但我爹送我進宮那天，花轎從家門口到宮門口，明明沒多遠，也走了半個時辰。糧車那麼重，怎麼比花轎還急？陛下，這應該是賬上日期被人改過。不止改過，若糧未到，賬上卻先入倉，說明有人提前做了假收據。青山縣倉是誰經手？回陛下，是青山縣糧倉主簿鄭平，還有京中押運的是柳城名下糧鋪的人。柳城，去把柳城給我叫來。是。陛下明察，小人不過是替戶部運糧，賬冊之事，小人實在不知啊。8日運糧入青山倉，劉掌櫃的馬是插了翅膀。9000位有所不知，那批糧走的是快道，中途換車，所以快些。快道塌了3個月，工部有修繕記錄。再說，那或許是下面人記錯了日子。記錯日子，印章也能記錯。蘇大人的私印缺一角，你們偽造的卻是4角完整。押下去，交由3、4會診，戶部相關人等一併查。陛下，小人冤枉，小人只是奉命辦事。奉誰的命？不說也好，司理宮最會等人開口。我
我是冤枉的。第一，镇粮不是蒸粮膏，不能吃。第二，粮车8日到江北，很不对劲。第三，假印太圆满，所以不像我爹。第四，查案的人都很饿，御书房应该备点心。第五，柳家好像真的有問题，粮食不能亂動，會受懲罰。娘娘，柳城被壓了，聽說陛下查到賬冊日期有問題，還查到尾印，柳城沒能圓過去。柳城被壓了，是，還聽說是蘇氏看出來的，又是蘇媛媛，她一個耳背的傻子，怎麼可能看懂賬冊？娘娘，若柳城供出柳家，她不敢傳話回柳家，該捨的人立刻捨。9千歲，柳城出事了，人沒了？不是，那慌什麼？他突然說不出話了。說不出話？太醫看過，說嗓子受了刺激，短時間開不了口。哼，這麼巧。柳掌櫃，昨日還能喊冤，今日就啞了。娘娘，柳家方才往三司遞了斷親書，對外宣布與柳城劃清所有干係。斷親書？他們竟不與我商議，便私自遞上去。這般急於切割，分明是想把所有罪責全推給柳城。說是他熬不住酷刑，胡亂攀扯，娘娘你也會被牽連。他們倒是快，好處全吞，禍事就想一股腦推出去摘乾淨。族中還放話，柳城一切營私所為，皆與柳氏宗族上下無關。多年糧道生意全靠柳城奔走獲利，如今一出事，一句無關就想撇得一乾二淨。可柳城如今關押在三司，萬一受刑撐不住，把家族娘娘牽扯出來，如何是好？他現下嗓子受損，半個字都說不出口，他開不了口，所有攤墨賬目自然只能扣在他一人頭上。明日宮中各處散播說辭，只傳柳城畏罪心虛，驚得失聲，絕不叫旁人查到柳家分毫過錯。蘇娘娘，陛下請您去御書房。又查案？是柳城的事。他招了？沒有，他開不了口。開不了鍋？娘娘是開不了口。哦，不能說話。娘娘，這事肯定不簡單。嗓子不好，帶點薑糖。娘娘，他是犯人，犯人嗓子也會疼。臣妾參見陛下。你又帶了什麼？薑糖。給誰？柳城。他害你父親。臣妾知道。那你還給他薑糖？他做錯了事，該罰還是要罰。可嗓子疼也是真的疼。朕叫你來，是讓你見柳城一面。臣妾……你只問幾句話。娘娘，案犯入口之物，需先由太醫查驗。查吧，甜的。柳城，柳家已經遞了斷親書，你若還不說，便只能一人擔下此案。你不識字嗎？那你是不想寫？你是不是怕你寫了，家裡人會出事？可是他們已經走了。你昨晚生病，今日消息就傳出去了。說柳家真護你，不會讓這種消息傳得滿宮都是。但現在人人都知道你病了，人人都知道你開不了口，說明有人希望大家都覺得你不能說話了。這便是柳家給你的交代。他們是真的不要你了。你現在寫還能把話說清楚，不寫就真沒人知道你想說什麼了。案賬在柳家東庫桂花糕享底。桂花糕？娘娘，现在不是吃糕的时候。青山縣糧倉正平收柳家銀5000兩，出甲收據，京郊倉糧未發足數，半數轉入柳營私倉。柳押私倉在何處？城西舊七坊。舊七坊？哪裡養雞？ 9000歲，姜糖無礙。你做錯了事，
該罰還是要罰，薑糖不抵罪。後面經過蘇媛媛的幫助，柳城慢慢的恢復了嗓子。陛下，柳城已写下供词，案账在柳家东库，桂花糕详抵。臣已派人去柳家东库和城西救妻方，若供词属實，今晚便能搜出案账和私仓粮。依法搜查，不得驚擾無關家眷。粮食若還在，立刻封存，清點後發往災區。是。那些糧還能給餓的人吃嗎？若保存完好，就能。那就好。這又是什麼？桂花糕，陛下查案辛苦也吃。朕不吃。那臣妾先放这儿，陛下不急着吃。昨日還門庭若市的柳氏商號，今日便迎來超風之禍。走快點！听說了嗎？柳家這回是真倒了，倒得好，朕涼都感動，那可是救命糧。聽說宮裡那位蘇娘娘也幫着查案了。哪個蘇娘娘？就是耳朵不太好的那個。耳朵不好還能查案？誰知道呢？反正柳家那些人耳朵好，也沒聽見我們喊餓。米糧、鹽貨、車馬行，柳家靠着正糧牟利鋪開的生意，一夜盡數查封。娘娘，外頭都在說你耳朵不好，但心很好，這倒是真的。蘇娘娘，陛下請您去一趟御書房。又查案？是，柳家案點查得差不多了，但有一處賬房搜出來的都是點心單子。9000歲說想請娘娘看看。點心單子？這些單子都是從柳家案賬房搜出來的。陛下，這是要查點心鋪嗎？是查案賬。糕還有暗的？這些單子不是陣糧賬，也不是銀錢往來，可他們反覆出現在柳家各處賬房。太多了。什麼太多？點心太多，吃不完會壞。這個蜜豆卷12盒送去救妻方，救妻方不是被封了嗎？誰在那裡吃蜜豆卷？繼續。還有這個桂花糕3盒，每月初1送柳家東庫，初3又送一遍。桂花糕放2日就發硬，他們為什麼隔2日還送一樣的？每月初1、初3、初7、15，點心鋪都會往不同地方送糕點，這些地方有商號是空宅，還有早已廢棄的鋪茅，所以不是尋常點心往來。這不是點心單，是暗號。怎麼解？你們要吃點2件桂花糕嗎？不用了，娘娘，您還是自己吃吧。那我自己吃了。桂花糕3盒，可能不是3盒。為何？點心鋪賣糕不會只寫盒數不寫大小，3盒小盒和3盒大盒差很多。果然，有的寫大盒，有的寫小盒，唯獨這批案單只寫盒數，所以盒數代表別的數。3盒可能是300兩，5盒可能是500兩。那芙蓉餅容易塌皮，會不會代表不能久放的急信？娘娘說的有理。哼。那蜜豆卷呢？蜜字可通蜜，或許是蜜信。那棗泥酥呢？棗泥，提前擬好的文書，凡是寫棗泥酥的單子，都送往幾個官員府上。柳家不只是轉銀，他們還提前擬好奏章，讓朝臣在朝堂上替他們說話。所以外頭傳的陛下打壓外戚，也是他們提前安排的。8成就是從這些棗泥酥單子裡傳出去的。他們怎麼什麼都拿來做壞事？因為他們覺得所有東西都能拿來算計。點心是給人吃了高興的。按蘇娘娘說的規律拆，初1桂花糕，初3棗泥酥，初7芙蓉餅，15蜜豆卷。城南田巷雲記點心鋪後院有一口廢井，每月15送去的蜜豆卷12盒，
對應12封密信。这些密信沒放在鋪子裡，而是封蠟後藏進廢井壁的暗格。井裡藏信，不怕潮嗎？所以要封蠟。他們還挺會藏。查。9000歲，小店本分做生意，不知犯了何事。本分。9000歲，這夾層。9000歲，這裡有一口廢井。下井。9000歲，找到了。帶回宮，陛下。雲記點心鋪廢井案件中，共取出密信12封，另有官員名冊1份。繼續查，涉案官員一個不漏。是。陛下，靜安寺香油賬由柳氏代管10餘年，賬面銀錢與點心庫密信的匯金數目完全吻合。明日太后帶蘇貴人去上香，是柳家弟的日子。回陛下。正是，劉府今日調了數批人手出城，恐要在路上動手，不必提前驚動，護好太后與蘇貴人。他們想演，就讓他們演全套。是。第一，點心單不一定是點心，也可能是暗號。第二，3盒不一定是3盒，可能是300。第三，芙蓉餅容易塌皮，所以很急。第四，蜜豆卷可能是密信，棗泥酥可能是棗泥文書。第五，點心是給人吃了高興的，不能拿來做壞事。娘娘，您今日又幫大忙了。可是我現在看點心，都怕裡面有信。娘娘，明日上香，緊跟隊伍，別亂走，別亂吃，別搭話。我知道。說了不能亂吃。我帶自己的，不算亂吃。春桃，那個是什麼？糖葫蘆。那個呢？燒餅。那個呢？賣魚丸的。魚丸！娘娘不能下車。出宮真好，就是不能隨便吃。娘娘能記住這句話，奴婢就放心了。太后娘娘慢些，娘娘慢些，小心台階。今日出宮可高興？高興。別只惦記吃，臣妾也惦記太後。護好車駕，今日人多，別讓閒雜人靠近。是。太后娘娘做主啊！蘇家貪涼，還將被災民餓死了！求太后做主，蘇家貪涼。喊園子？誰喊園子？哪有園子？娘娘，是喊冤，他們攔路喊冤。不對，這不是喊冤。停！副將，草民一家江北逃難而來，親眼看到蘇家吞鎮糧，求太后娘娘嚴懲蘇家。這幫人明明穿得那麼整齊，為什麼要假裝餓死？他們真是災民嗎？有些人不像餓，真餓的人不會只顧喊，會先看吃的。娘娘，您別過去，太危險了。就是他，蘇家女，他爹貪了鎮糧，他在宮裡享福。我就問2句，你們餓嗎？餓，我們江北災民誰不餓？那吃吧。他是真的餓，你們不是。你哭什麼？按住他！讓他說。娘娘饒命！他們說只要跟來就給5兩銀子，可我不知道這是蘭太后的嫁呀！是有人給了銀子，讓我們穿破衣裳來這裡喊話，我才來的。你胡說！你這賤婦閉嘴！我孩子病了，家裡沒錢抓藥。誰給你銀子？是他帶我們來的，可銀子是一個穿灰衣的管事給的，腰上掛着柳家的牌子。搜！靜安寺，蘇
蘇家喊冤，太后车驾。又是刘家，押下去，交征兆府严审。是。静安寺拦驾一事，带头之人已经京兆少府，供出的皈依管事确是看商号的人，臣已派人去拿。柳家这是急了，狗急踹墙，越跳越漏。苏媛媛今日如何？娘娘用2塊饼和1塊桂花糕拆了柳家的局，還替那個婦人的孩子求了太醫。她說大人做錯該罰，孩子沒做錯。這媛媛倒是半點虧都不吃，半點苦也不願看。靜安寺的事不能再牽到本家。那貴妃娘娘那邊，必要時棄貴妃。柳家來的。娘娘，柳家說什麼？娘娘，弃貴妃，弃貴妃，為柳家爭寵，為柳家傳話，為柳家在後宮站穩腳跟。如今出事了，他們第一件事竟是棄本宮。娘娘，或許這信不是老爺的意思，不是他的意思，誰敢寫？當初說本宮系着柳家滿床前程，如今前程要毀，他們最先撇清的竟就是我。娘娘，您別這樣。去請蘇媛。請蘇娘娘。本宮要看看她現在是不是很得意。去。娘娘，貴妃娘娘，請您過去。貴妃娘娘請我吃夜宵。不是夜宵，我家娘娘心情不好，想見蘇娘娘一面。她不舒服。那带姜糖。娘娘，这次不是吃的事兒，心口堵也能含點甜的。見過貴妃娘娘。你來了，你是不是很得意？沒有，臣妾剛才夢見魚丸，還沒吃到。蘇媛媛，本宮如今這樣，你不該高興嗎？娘娘難過，臣妾為什麼要高興？少裝好人！若不是你，本宮不會走到今日。娘娘，不是我，不是我貪朕糧，不是我偽造印章，不是我讓人裝災民，也不是我讓趙美人裝暈。娘娘討厭我，可以，可這些事不是因為我才變成錯事，他們本來就是錯的。柳家不要你了。不要什麼？娘娘少書寫。方才我看清紙上寫着，柳家要捨棄娘娘。是啊，柳家不要本宮了。既然如此，娘娘還要獨自替柳家扛下所有罪責嗎？鍋很沉的，不是自己的鍋，背久了腰疼。蘇媛媛，蘇媛媛，你懂什麼？本宮若說出來，也未必能脫身。做錯了，當然要罰。可是娘娘做過的，娘娘認；沒做過的，不能讓柳家往你碗裡倒髒水。髒東西倒進碗裡，就不能吃飯了。本宮有半本賬。半本什麼？柳家的人精得很，從不把整本賬放在一處。本宮手裡這半本，是當年入宮時父親留給本宮的保命東西。他說不到萬不得已不能拿出來。哼，如今本宮就是那個萬不得已。娘娘，本宮已經沒路可走了。你不是想救你爹，想查鎮良案嗎？這個要交給陛下或者9000歲，我拿了，萬一丟了怎麼辦？而且我包包裡已經有薑糖了，裝不下這麼重要的東西。奴婢去請陛下。貴妃娘娘想清楚了。本宮可以交出賬冊，也可以說出柳家在宮中的傳信路子，但本宮只認自己做過的，不認沒做過的。那便說說看，究竟哪些是你做的？查案，講證據。你聽見了嗎？
本宫不用謝你。听見了，不用謝。娘娘要是真想謝，下次別再用姜糖害人。柳家不止镇良，陛下是说盐引、军需？柳家这些年手伸的比朕想的还长。娘娘，您会不会觉得贵妃娘娘可怜？有一点，可怜是真的，做錯了也是真的。走吧，我们回宮。第一，不是自己的鍋，不能亂背；第二，可憐不能當沒錯，但認錯可以少背別人的鍋；第三，柳家更錯，要查。春桃，娘娘，你醒了。今忙慌的，怎么了？娘娘，我听說今日早朝好幾個御史跪奏，說陛下借鎮良案打壓外戚，逼柳家交權，還說蘇家是陛下偏袒的人，所以蘇大人才會被洗清嫌疑。等會兒，我先吃點。早朝，陛下打壓外戚，蘇家怎麼了？我的好娘娘，御史参的就是咱們蘇家啊！陛下，柳家有罪，自該查辦。可如今證據尚未全部審明，便封柳府，壓柳氏族人，未免有失公允。更何況柳貴妃已被降位，柳家商號被查，朝中與柳家往來的官員人人自危。外頭已有議論，說陛下借鎮良案清洗外戚。所以，諸位覺得司倉梁是假的，案賬是假的，柳城的供詞也是假的。臣不敢說證據是假，只是此案牽連甚廣，需慎之又慎。尤其蘇大人原本也是涉案之人，如今卻只憑一個缺角印章便脫了嫌疑，難免叫人懷疑。陛下，三司新驗出的物證到了，呈上來。一把米能證明什麼？這批米出自京郊官倉，官倉每年收糧會在糧袋內封一張小紙籤，寫明倉號、年月、糧等。柳家就期坊司倉裡查出的30車糧，每袋都有京郊官倉紙籤。那只能證明柳家私藏鎮糧，不能證明蘇大人無罪。京郊官倉年入庫時，蘇大人已因腿傷告假3日。換句話說，糧袋比賬冊老實，賬冊可以偽造，印章可以偽造，可每一袋糧裡封着的紙籤，卻把真正入倉的日子記得清清楚楚。劉大人還覺得蘇大人只憑缺角印章脫險，臣這只是慎重起見。慎重是好事，攪渾水就是另一回事了。陛下，三司已核對過，蘇大人確有合賬不嚴之過，但鎮糧被換，假賬冊入當，偽印栽贓，皆非蘇大人所為。可蘇大人畢竟經手過後續賬冊，所以朕沒有免他的罰。蘇大人合賬不嚴，罰俸停職，待戶部整頓後再議任用。但貪糧之罪不是他的。劉大人若還有疑，三司可請您一道去舊期坊數糧袋。這批糧入倉、封袋、貼籤時，蘇大人根本不在戶部，而司倉裡查出的糧袋紙籤日期正是那3日。京郊官倉3等精米，乃是江北青山縣鎮糧。哎呀，真是鎮糧啊！柳家黑心，3民的糧也敢藏！清點封存，缺一袋，查1人。是。陛下，舊期坊司倉糧已清點完畢，與青山縣缺失鎮糧數量基本吻合。如此一來，朝堂上再沒人敢說陛下借題打壓外戚了。糧找到不是為了堵朝臣的嘴，是為了讓江北的人有飯吃。臣明白。當夜重新裝車，由官兵押送，發往江北3縣，沿途張榜，數量公開登記，地方百姓按戶核驗。是。若再有克扣，嚴懲不貸。是。
這回江北能有飯吃了，早該這樣查。娘，梁车是不是去救餓肚子的人？是。娘娘，这下蘇大人徹底清白了。娘娘不高興嗎？高興。那怎麼不笑？我在想，江北的人什麼時候能吃上飯？如果正常要16日，那他们還要餓16日。陛下會安排沿途加急，應該能快些。第一，朕糧已經重新發走，希望江北快點吃上飯。第二，糧袋裡也有紙簽，比賬冊老實。第三，我爹清白了，但合賬不严也要罚。第四，陛下查案講證據，確實是明君。慈寧宮，請您過去。太后娘娘忽然渴得厲害，太醫已經去了。太后，太后咳疾犯了，快些把药端来！荔枝，太后娘娘现在想吃荔枝？娘娘是咳疾，不是荔枝。臣妾参见陛下。蘇媛媛又帶了什麼？聽聞太后咳得難受，臣妾帶了羽皮與薑糖，想請太醫看看能不能開後用。薑糖甜膩，太后現下不宜入口。陳皮氣味清和，可放置枕邊清嗅，能舒緩咳喘，順脾氣機。好些了，你這孩子倒是隨身帶了個小藥鋪，不止藥，還有點心。今日店裡燒的是什麼？燒香啊，不是平時的香。你做什麼？陛下，这香有點怪。太医驗香。它聞起來不像安神，像安不了神。你聞得出來？平時慈寧宮的香聞起來像甜木頭，今日這個像苦菊汁裡摻了辣藥渣。陛下，此香確有問題，裡頭摻了一味刺激咽喉的草藥，但用不算劇毒，也不致命。可太后娘娘本就有咳症，長時間聞着便會誘發咳症。慈寧宮的香一向由專人保管，怎麼會被人動手腳？查。今日慈寧宮可曾換過東西？今日像是內務府新送來的，說是柳家案後各宮物資重新核查，慈寧宮也換了一批新香。內務府又是換東西。奴才只是奉命送香，別的一概不知。奉誰的命？是內務府張管事。李安，拿下張管事。是。哀家這把老骨頭，居然也成了別人做局的靶子。太后，陛下會給我們一個交代的。陛下明察，奴才只是按庫房單子調香，不知香中有異。搜9000歲，搜到了。誰給你的？查他家人去向。陛下，張家兄弟正準備跑路，被我們的人扣下了。不要碰他們！我說，我全都說啊！是劉家的人指使的。繼續說，還有什麼？明明是讓他換個香，怎麼就成大罪了？奴才只以為讓太后咳幾日，好亂一亂宮裡啊！好一個亂一亂，都帶下去。凡與鎮糧、鹽脂、軍需、河工銀有關的賬冊，並案交三司會審，涉案官員、商號、管事，全部依法查辦。是。好孩子。第一，慈寧宮的香平時像甜木頭，今天像苦菊汁和辣藥渣。第二，柳家又不讓人好好吃飯、睡覺。第三，會算壞賬的人要把欠的都還回去。第四，安穩喝熱粥是很重要的事。陛下，都列好了，收往。是。
镇梁案鬧了這麼久，早已不只是朝堂裡的事兒。聽說今日要審柳家，那些粮本来是送去救命的，他們竟敢藏进司庫。江北那邊粮车重新发了，沿途张榜，誰經受都寫得清清楚楚。娘娘，您是不是怕？我怕衙门里没有茶点。带柳正廷、柳成、柳平上堂。那人就是柳家家主，没錯。圆圆別怕，有爹在。爹，我藏了枣泥酥給你。柳正廷，柳家私仓藏镇粮，云记点心铺傳密信，城西救妻坊轉糧銀，證據俱在，你還有話說？草民冤枉，柳城私設糧鋪，借柳家名義斂財，草民也是被蒙蔽。至於宮中之事，乃柳嫔失寵怨倒，故意攀咬本家。他是不是說壞事都是別人攥的？差不多。那好處是誰拿的？私倉囤積鎮糧，點心鋪暗傳密信，妻房洗白臧銀，罪證確鑿。皆是柳城私下行事，柳嫔懷恨攀倒，草民一概不知情，實屬被族人蒙蔽。這都是別人幹的。大人，我有話說。我不懂朝堂政事，可我懂吃飯。做飯的人、劈柴的人你可以不認，可飯進了誰的嘴，誰就心知肚明。你推脫所有人作惡，唯獨自己清白。柳家所有臧銀、糧食，最終進了誰的司庫？所有貪墨銀兩盡數匯入柳家主庫，由柳正廷親自合院掌管。年年入庫的臧銀，家主收的心安理得，栽赃造賬冊，皆是你的手藝。你平日壓榨族人，一有禍事就棄族保帥，毫無情義。家父曾寫下密信，信中寫明要捨棄我，筆跡尾端有獨有的回鈎筆法，旁人仿造不來。我的圓圓長大了。我其實也只是拿吃飯打個比方而已。民以食為天，談吃飯便是談百姓性命。我的圓圓通透啊！世人笑蘇圓圓耳聾，卻不知她心明如鏡，所作皆為民心。第一、第二，壞事全推別人，好處全歸自己，最是不公。明日吩咐御膳房送一份清淡熱湯給蘇姑娘。陛下，柳家案全數了結，涉案官員商號一一清算，江北鎮糧追責完畢，後續糧運監特章程已擬定。鎮糧乃民生根本，貪墨者從嚴處置，永不復用。陛下聖明。破貪腐大案，娘娘功不可沒，請陛下厚賞。臣等附議，請賞金銀良田，珍寶爵位。蘇圓圓，你想要何封賞？陛下，金銀良田我都不要。那你想要什麼？只求後郭冠冕，熬粥接濟挨餓百姓。准。特事民間救濟粥棚歸慈寧宮管轄，專款專用，賬目公事永為定例。陛下，粥棚歸置，糧米配比，值守人員，臣即刻擬定章程。歸置從簡，本心為重，盯緊賬目，護好粥棚，便是護好蘇圓的心意。娘娘，旁人求都求不來的封賞，您就這麼換成了一口鍋？金銀放着會閒置，田地也分不到餓肚子的人手裡。可是大鍋不一樣，有鍋有米，就能有熱粥，就能讓人不挨餓。娘娘，全京城誰受賞不是金銀珠寶、良田宅邸？就您領了一口御賜大鍋，金銀不會暖肚子，這口鍋會。多謝四娘娘心懷百姓，從前年年缺糧挨餓，今年終於能喝一口熱粥了。不用謝我，有飯吃，有粥喝，本就是人人該有的福氣。從前朝堂爭權奪利，無人顧百姓冷暖，如今總算看見，宮裡是真的有人記得民間疾苦。陛下，娘娘不求分毫私利，只願萬民溫飽，胸襟難得。世人爭功爭祿，唯獨他爭一碗萬民熱粥，朕得他是蒼生之幸。娘娘累不累？不累。
原来吃飽飯的人間這麼好看。周鹏賬目日清日潔，專人值守，四季不歇，灾年加震，丰年济弱，已成永久定例。好。今日辛苦了。陛下，我今天好開心，不是得了賞賜，是好多人今天都吃飽了。